杜华一句天使倍数很高，说透了王一博这7年到底赢在哪，值多少钱。我先问你个事儿，假设啊，你手里现在有一笔钱，是那种天使投资的钱，风险你自己扛，你要投1个亿人，把宝压在1个人身上，你怎么判断这个人到底值不值？你不能光看他现在多红对吧？红是会过去的，你得看点别的东西。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最近还真被人拿出来当众回答了一次，而且回答的人分量还不轻。事情是这样的，7月18号播出的那档综艺《姐姐当家》第2季，乐华娱乐的创始人杜华在里头聊起行业里艺人发展的话题，他说了这么一段，说现在不少年轻艺人啊，缺少那种坚持，那种韧性，那种执着，还有对成功那股子渴望。然后他话锋一转，点名说王一博身上这几样东西全都有。他还说了句更狠的，他说培养一个艺人本身风险特别高，艺人能不能红，一半是要靠运气的。但在他眼里，王一博是他做天使投资里头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原话是天使倍数很高。停一下哈，我得先把这句一半靠运气给你掰扯清楚。因为这句话你要是单拎出来听，好像有点在否定努力的意思对吧？其实不是。你想想看，杜华是干嘛的？他是把艺人当项目在投的人。他说运气占一半，恰恰说明运气只能帮你把门推开，能不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是另外那一半。而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就是他前面点的那几个词：坚持、韧性、执着。运气进不了门，但走得远，从来不是靠运气。那么问题来了，优质艺人这4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说白了，在这个行业里，优质这2个字跟红根本不是一回事。红是流量，是热度，是数据，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优质指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它指的是一个人能不能持续地、稳定地把价值兑现出来。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今天投他，3年后、5年后，他还能给你产出，而且产出的东西是能被专业体系认可的，不是靠粉丝自己吆喝出来的。那王一博这块拿得出手的东西是什么？咱们看奖项。无名，他提名了第36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热烈，提名第37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金鸡奖是什么概念？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是华语电影最权威的那一档奖之一。再往前到早年那部《陪你到世界之巅》，这部剧名我差点说岔，就是那部体育题材的，让他拿下了第30届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你看这个 level， 这不是杜华一张嘴能夸出来的东西，这是一整套专业评审体系加上市场一起给出来的背书，这就有意思了。他走的其实是一步长远的棋，不急着刷数据，而是往专业认可这个方向沉淀。这种打法前期看着慢，但你越往后看，护城河越深。好，那说到这儿，我得诚实一点，网上关于这个事儿是有不同声音的。我先说清楚哈，下面这段我先把反方的声音给你整理一下，这不是我的观点，你一定要听完整了再判断。网上有种声音是这么说的，杜华是乐华的老板，王一博是乐华的艺人，老板当众夸自家艺人，那不是天经地义吗？这里头有多少是真心话，有多少是商业站台，说不清。还有一种声音是揪着那句一半靠运气不放，说这不就等于承认成功没那么硬核吗？行，这2种声音我都摆出来了。那现在咱们拉回来，一条一条看。先说老板吹捧这个质疑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对吧？但它有个致命的漏洞，它解释不了那些杜华夸不出来的东西。金鸡奖的提名，杜华能替评委投票吗？不能。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那是观众票选出来的，杜华能替全国观众点赞吗？也不能。你顺着这个思路想，一个艺人身上，如果所有的优质都只是老板嘴上说说，那这些第三方权威机构，这些真金白银的市场数据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所以你看，老板的评价可以打个问号，但那些硬指标
一个问号都打不上去。至于一半靠运气，我前面已经拆过了，这不重复。我跟你讲，真正让我觉得王一博这个案例厉害的，还不是上面这些，是另外一件事，多领域协同发展。这个词你可能听着挺抽象，我给你说个具体的。王一博是内地娱乐圈第一个拿到国际汽联 FIA 国际 D 级赛车执照的艺人。第一个，你品品这个第一个的分量。这玩意儿跟综艺里做赛车摆个 pose 完全是两码事。FIA 是国际赛车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人家发执照是要你真刀真枪跑出成绩，通过考核的。这个东西老板夸不出来，粉丝也刷不出来，它是一个国际机构盖章认证的硬实际。那你再把这个跟它的舞蹈、影视还有那些纪实探索、公益传播的项目摆在一起看，舞蹈、演戏、赛车、纪实、公益，你发现没有？这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分散，这是每一条赛道它都真的沉下去做出了实际。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很多人以为艺人搞副业是为了刷存在感，其实真正难的恰恰是，你每多开一条赛道，失败的风险就多一份，分散精力翻车的概率就高一截。能做到多赛道全面开花而不塌房的，凤毛麟角。这不是运气，这是把每一步都走稳了的结果。这一步一步走下来，你说这不是优质，那什么叫优质？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投资的问题，杜华说他天使倍数很高，作为一个把艺人当项目投的人，他这个判断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因为流量退潮之后，而流量一定会退潮的，最后能留在桌上的不是当年数据最好看的那个，而是手里握着多条实际赛道的那个。这就是护城河。王一博走的恰恰就是这条最难但也最稳的路。懂行的都知道，这种成长不是个人运气能左右的，是日拱一卒拱出来的。说到这儿，其实这次杜华的话里还有一层几乎没人提到的细节，就是他为什么偏偏用天使投资这个词来形容，而不是别的。这背后其实牵扯到乐华这些年整个的艺人培养逻辑，以及为什么王一博会成为那个特例。这个话题有点大，我一次说不完，留到下期。下期咱们就专门聊聊那个一直没人认真拆过的关于艺人价值到底该怎么被看见的问题。老粉应该懂我今天在说什么。有些坚持，当时没人替你鼓掌，但时间会一样一样替你说出来。今天这期就到这，咱们下期见。